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杰森视角。流产的美伊第二轮谈判为何如此荒诞？美国什么时候会对伊朗再次开火？其实过去2个月，美伊冲突都处于一种说不清的荒诞氛围中。打开美欧所谓的主流媒体，所有相关文章似乎都在暗示伊朗在战争中取得了实质的战略优势，给你的感觉是你在读伊朗官方的战争宣传。同时，很多欧美精英私下聊天时讲的也全是川普如何破坏世界秩序，给世界造成了多大麻烦，给你的感觉是伊朗政府就是个被霸凌的无辜小姑娘。但明白人都知道，我们正在见证一个中东乃至世界的历史性的时刻。美国和以色列在短短2个月的时间，已经取得了历史上不敢想象的成果，把伊朗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体系从内到外干到要崩塌的状态。整个中东因此正处在一个充满未来光明的临界点。伊朗政府的最高权力层在战争一开始就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伊朗政权随后推出来的小哈梅内伊连个面都不敢露，他接手的不是权力，而是空壳。伊朗政权最看重的核项目现在也基本瘫了。更致命的是，伊朗一代资深核科学家被系统性的消灭了。一个国家的人才断层，往往比设备损毁更难快速恢复。伊朗核项目因此倒推的可能不是几年，而是一个时代。再看伊朗的弹道导弹，那曾经是伊朗让中东各国夜不能寐的威慑工具。现在伊朗的导弹月产量已经从100枚巨降到接近于0。同时，伊朗大约1半的导弹库存和发射装置被摧毁。另外，伊朗和以色列在交手过程中的表现也暴露了伊朗过去40年用导弹建立的战略威慑是虚张声势。伊朗防空体系、海军和空军的溃败更是触目惊心。从中东的地缘政治层面看，伊朗遭受的挫败是全方位的。伊朗在这次战争中的一个基本策略就是：美国打我，我打不着美国，那我就对我能够打得着的邻居全面往死里打。直接后果是，伊朗周边的邻居也对伊朗恨得牙痒痒。曾经为伊朗洗钱、规避制裁、输送资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多个海湾国家，现在纷纷关闭了伊朗的这些金融逃生通道。没有一个阿拉伯国家愿意向伊朗伸出援手。伊朗原来指望中东各国的街头会涌现的反美抗议游行也没出现。同时，中共与俄罗斯提供的支援也是杯水车薪，无法改变大局。伊朗过去几十年在中东苦心经营的代理人网络，在伊朗最需要帮助的这个时刻，却处于全面崩溃的状态。黎巴嫩真主党和哈马斯在战前就已经处于高度残废的状态，连一直唯恐天下不乱的也门胡塞武装的政治领导层，在此前直接被以色列和美国暴揍了以后，这次也表现得非常安分守己。阿萨德在叙利亚掌权时，伊朗是把叙利亚当自己家后院的。伊朗对哈马斯和真主党的援助都是靠这个叙利亚走廊实现的。现在，叙利亚的新政府却在主动拦截伊朗向真主党运送武器的通道，逮捕走私者，公开宣布叙利亚不再充当伊朗恐怖分子的过境走廊。这条通往地中海的陆路通道，伊朗花了几十年才建立起来，如今说断就断了。而这种连锁反应已经蔓延到了黎巴嫩。在真主党被以色列打残之后，在伊朗的补给线被叙利亚掐断后，黎巴嫩政府现在脊梁骨也变硬了一点，也敢对真主党说不了。目前，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开启了自1983年以来的首次直接和平谈判，目标直指两国永久和平协议和对真主党在黎巴嫩彻底解除武装。黎巴嫩政府现在公开强调，只有黎巴嫩政府军才有权负责国防，直接否定了真主党一直以来以抵抗以色列为存在合法性的说法。当然，黎巴嫩政府的腰杆最终是否真的能一直硬下去，还有待我们进一步观察，但这个风向本身已经是历史性的了。最后，我们看经济层面，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已经从经济层面上升到了由美国海军保驾护航的全球经济战了。
美国海军对伊朗海上封锁，已经让伊朗石油出口几乎归零，同时伊朗的进口渠道也几乎被卡死，造成伊朗的钢铁和石化产业遭受重创。目前，伊朗国内包括食物在内的通货膨胀率已经超过了100%，伊朗货币在崩溃式的贬值，伊朗国内经济的空心化正在从根基上动摇伊朗政权的稳定性。战争前2025年12月，当时伊朗的经济状况已经引发过一次全国性的示威。31个省的伊朗商人、石油工人、卡车司机，这些曾经是政权支柱的群体，都加入了那次罢工示威抗议，造成伊朗政府在1979年当权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统治危机。而目前美国对伊朗海运的全面封锁，不仅让伊朗政府失去了60%的财政收入，更导致伊朗的 GDP 暴跌了40%，同时让伊朗这个石油大国同时面临能源短缺，却又无处储备出产原油的窘境。自从4月13日美国海军直接对伊朗港口实施海上封锁后，伊朗的原油出口几乎被彻底掐死。目前这些卖不出去的油都只能放在伊朗现有的储存罐里。根据数据公司 Kpler 4月22日发布的数据，伊朗石油产量目前已经比战前下降了约每天75万桶。尽管如此，每天还是有100万到110万桶的原油流入这些储油罐。大约12到13天之后，伊朗陆地上的储油罐就会被彻底灌满。到那个时候，伊朗每天喷涌而出的原油就不再是金钱，而是灾难了。伊朗可以选择让这些原油流入大河和大海，或者是现场焚烧，但这样的选择对伊朗这个民族来说，那都相当于是环境和经济的双重灭顶之灾。1991年海湾战争后期，伊拉克在撤出科威特时，放火烧了超过600口科威特油井，随后的灭火工作进行了7个多月，光灭火的费用就是15亿美元。而科威特整个石油工业的修复费用又花了超过50亿美元，造成科威特的直接损失在300到500亿美元之间。更关键的是，即使火灭了，被烧过的油田也回不到从前的状态了，因为大量水侵入到地层，造成科威特随后的原油开采成本提高了3倍。而且这样的行为会造成整个海湾的环境灾难，它会成为海湾其他国家对伊朗忍无可忍的最后一根稻草。在这样的情况下，伊朗唯一剩下的选项就是关闭油井。很多人以为油田就像一个地下湖泊，想抽就抽，想停就停，但实际上石油之所以能从几千米深的地下流到地面，在中东靠的是地层内部的压力，通过气体、水和微盐形成一个天然的液压系统，以此把石油给推上来。所以在中东采石油的本质就是精心管理这套地下压力系统。一旦你突然把某个井口给关了，打破了这个动态压力平衡，一系列连锁反应就会开始。首先是地层压力失衡问题。正常生产的时候，井底压力会被控制在一个合适的范围内，让地层的油能流出来。一旦把井口封住，那么随后形成的地下高压区的油就会流向低压区，造成不同地层的油、气、水开始在井筒里混合。其次是阻塞问题。当井筒里的原油静止下来，温度开始下降，原油里的石蜡和沥青质就开始析出沉淀，这些东西就像血管里的血栓一样，会堵住井筒，堵住地层岩石的微小空隙，导致地下原油流动通道被堵死。那么第三呢，就是最致命的水侵问题。中东很多大型油田会采用往地层注水，用水压把油推出来。一旦你停产了，注水也停了，但地下的天然水层可不会停。地下水会趁虚而入，侵入原本充满石油的岩石空隙。水一旦进入原油层，就会通过毛细管作用，把油滴锁死在岩石空隙里。被锁住的石油就像被混凝土封住一样，再也抽不出来了。那么第四就是设备腐蚀和损坏的问题。
地面的管道、泵、闸门、电潜泵在静止状态下会腐蚀结构、沉积砂石，重新启动需要特殊处理，如果无法修复，还不得不从侧面钻新井。一项美国研究显示，如果油田被关闭6到24个月，油井重新开启后，产油量会平均下降 25%， 产气量会下降 31%， 而产水量却会上升 22%。 关井时间越长，情况越糟糕。伊朗目前在拼命想办法拖延必须关闭油井的时间。卫星图像显示，哈尔科岛附近停了大量超大型油轮，很多都在装载原油，作为海上临时储油罐。最近有报道说，伊朗把一艘已经退役了好几年的、有30年船龄的老油轮纳沙号又重新启用了，要拖到哈尔科岛当海上储油罐，因为这个油轮实在是太老太破了，伊朗根本不敢使劲拉，据说几个小时的航程拖了2天才慢慢拖到。不过这个老爷油轮最多也只能装载200万桶原油，因此最多也只能给伊朗赢得2天的额外石油储存空间。专家估计，伊朗所有收集的海上临时储油罐可能最多给伊朗赢得大约另外18天的时间。被西方媒体反复用来佐证伊朗战略胜利论的一点是伊朗打出的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这张牌。但川普政府随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反过来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石油出口占伊朗 GDP 的 25%， 出口的 80%， 而伊朗的石油出口几乎都要走霍尔木兹海峡。到这个时刻，世界才看到伊朗的经济其实才是最依赖霍尔木兹海峡的。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伊朗当初打出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这张终极底牌，首先突破这个国际道德底线，绝对是伊朗众多战略误判中最严重的一个。而川普一招就成功把左派媒体嘴里伊朗最大的战略优势转化成为他最致命的劣势。因为美国海军世界独一无二的全球打击能力，美军对伊朗的封锁事实上已经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了，其实已经蔓延到了全球。例如，美军在孟加拉湾的国际水域夜间登船，干净利落地拦截了一艘常年为伊朗走私石油的超级油轮。美国还利用他对船只全球精准定位的能力，打出了一个欲擒故纵的极限心理战。在美军清楚掌握了给伊朗运输石油的影子油轮的航线和买家信息后，近期多起事件显示了一个共同的模式，就是美军会故意让一艘影子油轮在海上航行数天、数千英里。很多媒体和左派政客甚至因此声称美军的海上封锁形同虚设。但是就在伊朗以为一切安全马上要交货的最后一刻，在那里守株待兔已经很久的美军会突然收网，扣押这些影子轮船。这样的扣押对伊朗除了经济上的打击以外，还是一种极度的心理打击，让伊朗意识到他们就是不管跑到世界哪个角落都逃不出美军的手掌心。我们看到欧洲国家大量从民众到领导都异口同声地指责这场战争的合法性，说它违背了国际法。我只想让这些人设想一下，如果没有这场战争，伊朗按照战前的状况继续发展下去，10年以后，世界将不得不面对一个什么样的伊朗？大概率那将是一个拥有核武器的、拥有洲际导弹发射能力的、弹药库中停放着上万枚弹道导弹和数十万架攻击型无人机的，还有在伊朗扶持下再次恢复元气的中东恐怖网络，以及由中共和俄罗斯协助打造的部分现代化了的伊朗军队。如果这样的伊朗在那个时刻再次打出霍尔木兹海峡这张牌，威胁世界，那时这个世界上有谁还敢站出来挑战那样的伊朗呢？这些所谓欧美精英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正是目前的这场战争才可能让他们10年以后不用跪在伊朗面前讨生活。川普政府这次对伊朗全面极限施压，还不仅仅是局限在军事领域。
近期，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也宣布了一系列加强美国和中东各国盟友关系，针对伊朗和伊朗背后中共的一系列金融措施。就在这2天，贝森特连续放了3把火，每一把都烧得又狠又准。先说第一把火，贝森特在4月24号正式宣布，美国财政部正在和海湾国家以及亚洲多个盟友进行深度谈判，目标是建立更多永久性的美元互换额度。这个概念说起来复杂，其实道理非常简单。打个比方，你是一个村里最有钱的人，你跟几个邻居说，我在你们各家门口放一个保险柜，里面随时放着我的钱，你们什么时候急需周转，随时来取，用完了还回来就行，当然得付点利息。这就是货币互换的本质。贝森特为什么偏偏选这个时候推动新的互换额度？因为美元最近火出圈了。此时这么干，不光美国自己能赚钱，交换的对象国还会对美国感恩戴德。根据最新的国际支付统计，2026年3月，美元在全球国际支付中的份额达到了 51.1%， 刷新了历史记录。在战争开始前的2月，美元比例还只有 49.2%， 一个月就跳了近2个百分点。为什么？因为战争打响后，世界各国都更需要美元了。我们就拿石油和天然气这些国际能源市场来说，美国是世界目前石油和天然气的最大产出国。海湾能源运输一旦出现危机，美国产的能源就成为填补中东供应缺口的主要来源。因此，美国能源出口近期屡创新高，目前已经达到了每周1300万桶。美国能源出口越多，以美元计价的能源贸易就越多。另外，世界地缘政治风险越大，恐惧心越蔓延，各国就更希望用美元进行清算，美元的避风港效应就越强。美元互换额度能让美国用钱生钱，这点贝森特是有亲身经历的。此前有记者当面质问贝森特说，你拿200亿美元去援助阿根廷，对美国纳税人有什么好处呀？贝森特的回答是，这不是救助，这是赚钱。美国从来没有划拨200亿美元现金给阿根廷，财政部只是在阿根廷最艰难的时候，给他的总统米莱政府开通了一个货币互换信用额度，而阿根廷只动用了其中一小部分，然后就连本带息都还给了美国。因此美国是实实在在收到了利润。美国用一份零风险的财务报表稳住了川普在拉美最重要的右翼盟友米莱。反之，如果美国放任阿根廷经济崩溃，从而让阿根廷的左翼政客重新上台，美国最终可能要不得不花高价去南美打毒贩。与其到时候花费军火钱，不如现在就用金融工具保证阿根廷稳住局面，顺手还让美国财政部赚些钱。这一套手法在阿根廷验证成功之后，贝森特现在是在向全球复制，这就引出了他的第2把火。在宣布互换额度谈判的同一天，贝森特对应战争部的实施怒火行动，启动了一个经济怒火行动。在这个经济怒火行动的名义下，美国财政部宣布冻结与伊朗政府相关的 3.4 亿美元的加密货币。贝森特为什么能冻结伊朗的加密货币呢？因为海湾国家配合了。贝森特之前说过，伊朗人在这次战争中犯的一个致命错误就是轰炸了他们的邻居，结果是这些海湾国家从过去被动的旁观者变成了美国经济战的主动线人。他们现在主动在向美方公开伊朗在他们银行系统中藏匿的资金，也就是这些钱不是美国人自己去搜的，是人家主动把门打开，把账本翻开给美国人看的。那么第3把火就是直接针对中共的。贝森特在2月24日还宣布制裁一家叫恒力石化的中国炼油企业，因为这家企业是伊朗石油最大的买家之一，采购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伊朗原油。
同时，美国财政部还锁定了大约40家与伊朗影子船队关联的航运公司和船只，也着手对他们开始实施制裁。把这3件事放在一起看，一幅完整的战略拼图就出来了。第一步，用美元互换额度把盟友绑得更紧，让更多国家的金融体系深度嵌入美元网络。第二步，利用这个网络的情报优势和配合意愿，精准打击伊朗的资金外逃通道。第三步，把刀口对准中共企业，警告所有帮助伊朗打掩护的人：你的船、你的钱、你的公司，我都看得见，也够得着。我这里要特别说一下那个恒力石化。为了规避美国的制裁，中共都是安排中国的一些中小炼油厂买伊朗石油，所以把他们叫茶壶炼油厂。因为这些企业规模很小，没有什么国际业务，所以美国财政部对他们的调查成本高，而能实施制裁的力度又不大。但这次美国选择恒力石化进行制裁，就是在向中共传递一个信息：海湾国家的账本已经对我们打开了，你们谁在买伊朗石油，我们现在是一清二楚。这次是抓一个来杀鸡儆猴，以后就别怪我们大开杀戒了。现在网上很多人都在预测美军下一步军事行动会什么时候开始。在我看来，目前时间上的主动权完全在美国这边。短期看，我们讨论了伊朗石油存储的问题，那是伊朗未来1个月内就必须面对的难题。长期看，我们也分析了伊朗从军事人才到外交再到经济和民意这一系列国家支柱领域同时出现了断裂。这个政权的崩溃就不再是一个可能性的问题，而是一个时间问题了。目前处于战争中的伊朗政府神经高度紧张，支持伊朗政府的死党也在全力对伊朗社会从底层实施严格控制。但是这个政权就是能熬过战争这个特殊时期，却不一定能挺过战后那漫长的和平时期。而与此同时，美国这边无论是从能源出口还是美元国际地位，都是受益一方。因此在我看来，只要伊朗不首先针对美国升级热战，美国其实没有必要主动启动下个阶段的热战。说到这里，有人会说，4月22号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不是武力攻击了3艘油轮，还把其中2艘强行挟持了吗？这不是对美国权威的公然挑衅吗？就这个问题，其实记者专门问了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我特别注意到赫格塞斯在回答这个问题时的表情和用的措辞都是别有一番特殊的意味。赫格塞斯首先强调说，被攻击的货轮既不是美国的，也不是以色列盟友的。他还把那些被攻击的货轮称为 some random ships， 直接翻译就是一些乱七八糟的货轮。因为这种说法过于奇怪，所以我特意查了查，发现那3艘被伊朗攻击的货轮全都是属于欧洲国家。我这才一下理解了赫格塞斯在回答这个问题时的表情和他的对货轮奇怪的描述方式。显然，川普政府和美国战争部是借此在向欧洲传递一个重要的信息：今天的美国把保护国际航道视为有条件的选择，而不是必须遵循的自然法则。欧洲各国一边享受美国的免费顺风车，一边大骂美国的时代已经终结了。从这个角度看，就连伊朗这些有限的军事行动，其实也是从一个侧面在验证川普政府的说法，用抡大棒打的方式帮助川普对欧洲进行现实再教育。所以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伊朗在承受时间紧迫的多重极限压力下，美国能源产业在赚钱赚得盆满钵满的情况下，而且同时还能对欧洲进行一点现实教育，你告诉我，川普有什么动力在这个时候着急对伊朗重新开启全面热战呢？那么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你就能体会到刚刚流产的美伊第2轮谈判是多么荒诞。伊朗外交部长
阿拉格齐4月24日飞到了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官方说法是去跟巴基斯坦的高层领导人聊聊天儿。那么同一天，美国政府也说，川普的特使维特科夫和他的女婿库什纳也会飞往伊斯兰堡。战争双方代表同一天来到同一座城市，顺理成章的应该是要面对面谈谈吧？没有，伊朗革命卫队喉舌媒体塔斯尼姆通讯社却提前放出消息说，伊朗外长跟美方没有安排任何会面，相当于直接告诉世界，这个伊朗外长什么都不是。2周前，美国副总统万斯还和伊朗议长卡利巴夫握了手，坐在了同一张谈判桌前。那是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美伊之间最高级别的直接接触。2周之后，第2轮谈判从一开始就倒退成了仅仅是外交接触级别的，这样的谈判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实质意义了。于是川普在4月25日突然发推宣布取消这次和伊朗的会谈，说伊朗那边连谁说了算都理不清，花这么多功夫和他们谈没有实在意义。有消息说，川普这个决定让伊朗那边感觉很突然。其实伊朗对这场会面是做了很多精心设计的小动作的。伊朗外长在他这次出访巴基斯坦之前就发帖告示全世界，在他访问伊斯兰堡之后，他的下一站是阿曼的马斯萨特，再下一站是俄罗斯的莫斯科。伊朗外长这么干的目的是什么呢？伊朗是在用这个方式间接给巴基斯坦这个调停人传递一个消息，表达他们对巴基斯坦的不满。有消息说，伊朗内部对第一次美伊谈崩做了分析，得出的一个结论居然是巴基斯坦在谈判中偏向美国。所以这次伊朗访问完巴基斯坦后，再去阿曼和俄罗斯，就是暗示巴基斯坦，如果你以后不给我特殊照顾，我就不让你做调停人了。这看上去像是伊朗在做一个深谋远虑的布局，但你换个角度想想，一个真正有底气的国家需要这样满世界找人帮自己传话吗？你品一品这里面的荒谬，军事上、经济上、外交上、地缘政治上，伊朗目前都是满盘皆输。到了这步田地，伊朗在世界展现的最强的倔强，却是我们不直接跟你美国谈。伊朗把这种小孩赌气的做法当成了他们针对美国的最大一张牌，但是耍了这么多小心思，最后川普一个推文就把伊朗的整个造势给取消了。真正手握王牌的人从来不怕上谈判桌，因为谈判桌正是筹码发挥作用的地方。你见过哪个手里一把好牌的赌徒说我不玩了？恰恰相反，手里有好牌的人巴不得你跟他加注。伊朗拒绝直接谈判，表面上维护的是给他国内强硬派表演的一个叙事，但实际上暴露的却是他们内心。他们非常清楚，一旦真的坐下来逐项摊牌，他们手里其实没有任何一张能拒绝川普要求的筹码，因此干脆选择不上桌，把不谈本身包装成一种尊严，用拒绝被拯救来假装自己不需要被拯救。所以那些穿梭外交、间接传话、满世界找调停人的安排，本质上不是伊朗在主导节奏，而是伊朗在给自己制造一个我还有选择的幻觉。但问题是，时间不站在伊朗这边，每拖一天，制裁的绞索就紧一分，国内的民怨就深一层，地区影响力就再缩一寸。当不谈变成你手里最大的牌时，你其实已经把定义游戏规则的权利完全交给了对方。美国可以随时加码谈判，或者强化军事部署，或者推进跟海湾国家的安全合作，所有这些都不需要伊朗点头。而伊朗能做的唯一反制，就是继续不出现在谈判桌上，一个最耗不起的人选择硬耗。这不是伊朗变强硬了，这是伊朗在用最后一点外交姿态来掩盖一个尴尬。当你所有实力都被掏空之后，不这个字儿本身就成了你唯一还能说出口的武器，只不过这把武器伤的不是对手，而是自己。最新消息是，川普告诉记者，
在川普宣布取消和伊朗2次会面后的10分钟内，伊朗立刻给美方发来了一份更让美国满意的承诺。不过，这次川普也没兴趣再和伊朗玩这种远程约会的游戏了。川普直接对伊朗喊话：“我随时准备和伊朗那边说了算的人谈，他们随时可以给我打电话，我不急，我手里有所有的牌，而他们什么都没有。”好，今天杰森视角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希望大家能够订阅和推荐杰森视角以及杰森新闻快递这2个频道。